中印边境冷兵器军备竞赛开始升级，印度不靠美日，竟然开始从中国买武器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前段时间呢，我们看了很多照片，就是在中印边境执勤的解放军照片，拿着很多那个非制式装备啊，有拿着刀的，有拿着狼牙棒的，做各种操演，摆着队形，看着挺帅，古代武士的风格。不过呢，印度人估计也看着照片了，觉得你中国人在边境使用这样的武器占优势，不服啊。所以印度人开始在冷兵器方面跟中国搞一场军备竞赛，而且这回印度人拿出来的还不完全是冷兵器，算是不冷不热的兵器。最近呢，一家印度公司展示了一些产品，说是根据军方的需求研制的，准备用在中印边境的3种。一种是电击狼牙棒，就是外形跟狼牙棒一样，然后那边照片里边那个武士形象的印度人举着狼牙棒，棒尖上都放着电火花。还有一个呢是电击叉，那个叉子呢也是印度古代兵器造型，叉子不是金属插尖啊，不是那种尖头插尖，也是叉子尖上火花四射，离远来看还真不像印度人，跟那个海王来了差不多。再一个呢就是一个电击手套，戴在手上有电极啊，摸谁让谁酥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一群印度士兵配上这样的装备，浑身上下冒着蓝色电火花，摆出各种队形，摆出各种姿势，还是挺好看的。这要是配上一身白色盔甲，那就是星球大战的味道。不过呢，也不知道以后印度人会不会开发出个王牌产品——电击摩托车。不过后来有人呢网上一搜，发现还是有蹊跷。事出有妖必有怪事嘛。经过他们研究，这个手套居然是中国制造，阿里巴巴网站上网购的，3.5美元一副。印度果然是摆脱了对美国、日本的依赖了。不过这个电击器到底好用不好用呢？真得分情况具体说，因为环境对这个电击器使用影响特别明显。天气特别冷的时候，人穿的就多。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服装啊，化纤的或者是其他材料的不导电，特别是冬天特别冷的时候，穿的特别厚，那电击器想电进去都不容易。而且前线部队呢，除了穿这个防寒服以外，还要穿各种的防扎防弹材料。那些材料，比如说凯夫拉的，这个高分子聚乙烯的，或者说就干脆是陶瓷板的，你想用电击器扎穿，根本就扎不动，电也电不动。其实不要说前线部队，就是公安的经历啊，在东北有的时候这个穿得特别厚啊，天冷的时候拿电警棍、拿电击枪都不好使。所以这种情况下呢，不让使用尖锐兵器，就改用电击器，在中印边境上恐怕不灵。什么时候等我们仗打到了印度南方平原，到时候再说。那么双方都是在兼顾防护情况下，历史早就证明了，盔甲越结实，钝器才有可能更好用。而且呢，使用冷兵器不仅仅是兵器本身的事儿，特别讲究的也是使用者之间的配合，人员之间的配合。比如咱们的公安，咱们公安给这个地方的人员做训练的时候，往往会强调反恐防暴的时候，那个防暴盾、那个防暴叉还有那个警棍，三者是要相互配合的。比如说盾牌是阻挡，是撞击，那个防暴叉是要插在人的腰上，控制人的行动，然后棍子下去把人砸懵。北京的某派出所，它设计的防爆叉还有一些特别好的功能，还有格斗功能。那个叉子中间是一个触点，往前猛地一顶，顶到人的胳膊上或者腿上，那个叉子它不是固定的，是两边会咬合，会把人的腰、腿、手臂抱住，然后插针一拧，就把人撅在那儿了。而且你还没法反抗，因为叉子的前臂上全是尖刺儿，你想抓住这些前臂，先把手扎伤。如果你硬想抢夺，对不起。这个开关，叉子咬人之后，开关距离那个被插的人很远，在使用者手部位置上。前端呢还有一个接口，可以安装防爆的辣椒素喷剂。你想这个反抗，我先拿辣椒素喷一喷。所以像这样的东西，印度反而是没有。就算是兵器好了，对人的素质呢，还有一条，就是小组内部成员除了互相熟悉和信任之外，小组之间还必须打出有效的配合。所以人员训练的足够水平了，戚继光才能让部队练出鸳鸯阵。这样的阵法，你让印度那种军队真的不一定能练得成。所以说，如果非要比冷兵器上电击器，你想玩，我们也不是不能玩。中国冷兵器品种本来就不少，如果印度人这么热衷于用放电的装备耍酷，那么我们可以搞出一个浑身放着电火花的狼血，不是不行。好，关于印度这个文明古国在冷兵器方面到底怎么样，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。
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